刚讲的这个有问题吗？可以问吗？还有问啊？那我问太多。不会。因为我之前看影片，你有说用大腿内侧有点拉起来的。对对对。可是我们拉起来的时候，会不会用到肌肉没有收起这骨头？因为刚刚说用骨头。对，那骨头本身是散的嘛，骨头散的，它是 separated individual bones。那骨头是被什么连接起来的？筋膜、肌腱、韧带。对，所以我们要控制骨头，让骨头动，当然是要用什么？这整体我们讲筋，筋包括韧带、肌腱、sinew， 这啊，所以我们的练习啊，中国传统的练习主要是练什么？主要是练筋，不是练肌肉。听不懂？这个是现代人练传统武术最难突破的一关。那难突破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观念，因为肌肉运动的观念已经长久以来已经深入人心了，大家相信它是真理的。那我们讲的肌肉跟筋，跟西方解剖学里面讲的是不一样的。解剖学里面把肌肉跟筋放在一起，都称为肌肉，只是伸肌跟缩肌嘛，是不是啊？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把它区分开。区分开，肌肉跟筋是两回事情，是两种东西啊。当然，在功能上，一个是收缩的，一个是伸展的。可是，在分类上面，比方讲，它中医里面，它跟脏腑的对应来讲，脾是主肌肉，脾胃你吃东西的养分，它主肌肉；肝是主筋，你说它同一个东西，为什么是两个地方的妈妈？为什么是两个妈妈？因为在我们观念里，它就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传统我们讲，刚刚讲到新加坡，如果被打屁股啊，以前被打屁股，一看，哎呀，没关系，只伤皮肉，没有伤到筋，那个没关系，那就恢复就好了。伤到筋，伤筋动骨100天，你起码要3个月以上，3个月以上你才能复原，长肉就快啊。所以中国人是把肉跟皮是属于同一组，筋跟骨是一组。所以我们着重于练筋，当然是在有肌肉的条件下去练筋。所以年轻人开始练拳，还是要先练肌肉。什么原因？因为肌肉它可以，当我们在运动肌肉的时候啊，肌肉可以储存能量，是不是？你肌肉练强了以后，你的肌肉里面的微血管就增加了，微血管增加了以后，血液就多了，血液带来的养分就多了。这个多了以后，它会增加肌肉的温度啊。那筋本身它不太有太多的血液的流动，像肌肉那个样子，所以基本上它比较凉，所以筋要靠什么来养？筋要靠肌肉来养，靠血。筋要靠血液的温度来养它。所以筋的柔软不是你去强练出来的，筋的柔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身体要暖啊，用温度去养这个筋。所以我们先要把肌肉练到一个
个强度，让温度够，因为肌肉的旁边，它就不是筋的旁边，它就是肌肉嘛，是不是？所以能够给它温度，最直接能给它温度的就是什么？就包覆它的肌肉，所以你肌肉里面先要有能量，然后用这个肌肉里面的温度、血液的温度来去养这个筋，让它柔软。那到后来，我们真正操控身体是用什么操控？用筋来操控。为什么用筋来操控？因为刚才讲嘛，现在把筋称为什么？生肌嘛。因为用筋操控身体的话，筋是跨越关节的嘛，每一个肌腱它是跨越关节到下一个骨头去嘛，所以我们用筋来操控身体的时候，这个筋啊，跨越关节的每一条筋，它再到下一个肌肉束，它从这边，比方讲这边连到手腕的小臂的，上来到这边，它跨越，它到肘，是不是？然后再接上面的，然后又到肩，所以筋它可以什么？它可以跨关节衔接，因为它是伸展的，因为它的布置是跨关节的布置，包括现在我们知道的那个筋膜的部分，包括膜所以它是包覆我们整个身体的，而它们都是相连的。所以我们练筋的时候我们可以第一个是整合身体成为一个。你如果是用收缩肌的话，收缩的时候关节就收缩起来了，合并了。所以你的收缩肌练得越强，你的关节合的就越紧。这个时候，你的力量是局部的，这个力量不会传递到下一个或者前一个的关节上去，所以身体就变成分割成一段。你练肌肉绝对不会有整这个观念，或者整的感觉出来。你练肌肉也不可能去体会到如何用筋来操控你的身体外跟内，也不可能感觉到我如何用外在的动作影响到内在的身体的空间的改变。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武术，是我们讲内家拳它练习的重点，而这些重点你都必须要用筋来操控身体才可以做得到，有没有懂？所以要先把肌肉用筋跟用肌肉的观念先去掉。所以在教你们的东西，把肩膀放下来，为什么放不下来？因为你观念里面相信的是肌肉，你观念里面是我的肌肉放下来，手就掉下来了，所以你不敢放掉那个肌肉，你就体会不到，当你放下来的时候，底下的筋就接了，多半筋是在我们身体哪边比较多？阴面比较多，阳面是肌肉多。阴面是什么？阴面就是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是阴面，腿的内侧啊，手内侧啊，这边阴面多。所以我们练呢，在具备一些肌肉条件以后呢，换回来去练什么？去练身体的阴面。你练身体的阴面的时候，你的动作表现当然跟阳面是不一样的嘛，是不是？它的运动方式就不一样嘛，它呈现出来的表现
表现也会有差别，啊。另外讲一下现在流行的那个筋膜学啊，当然西方只要研究一个东西呀，他们的研究成果就会非常快，因为他们有他们科学性的研究的方式，但是因为他们不会操作，他们有发现，可是不会操作，所以现在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操作。所以他们讲的筋膜是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实际上不是，实际上筋是筋，膜是膜。膜是什么？膜是小的部分包覆我们的器官，啊，筋是什么？筋是我刚才讲的联动关节的，这个叫做筋，它是大的。筋是一个国家道路系统的高速公路是筋，它可以连贯从北通到南，是不是？然后下去省道、县道、乡道啊，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是膜。所以它是有区分的，它的方向性有区分，它的功能是有区分。啊，那现在研究的很细，但是因为研究者他自己不会用筋，所以他抓不到那个研究的方向。现在变成用这个观念来帮人们按摩，啊，当然会比较好，会比按摩肌肉好。但是它还是一种什么？还是一种被动的身体观，被动的，就你去帮别人按摩，人家帮你按摩。武术练的东西不是的，八卦拳练的东西不是的。我们练的是什么？我们练的是主动的身体观。我要能够主动的去控制它，我要主动的使用它，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是我们要练的，因为你光练被动的东西，在武术上面没有意义，在导引上面没有意义，对身体健康来讲，你不能操控它，没有意义。所以那些知识它不能活化在你的身体使用上面，它只是一个知识，只是一个知识啊。它没有用处，那将来筋膜的研究是不是会走到这个方向去？我认为会，因为现在慢慢，大家的知识，全球的知识全部都非常的活络嘛，都会有融合的那一天。西方他在研究一个东西，比我们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他没有包袱，他可以去参考任何能够提供他研究的这个资讯来研究。所以我认为总会发展出主动性用筋来使用身体的这个发展方向。那它困难的是什么？困难的需要有样本。困难的是需要有样本，你们练到现在知道，你要学会使用筋，主动使用筋，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练习的，所以样本数非常少。西方的研究里面，你没有样本就没有办法研究，老师也没办法观察，也没办法观察嘛，不是跟你们讲我。开始国术会在文化大学建个国术馆嘛，开国术系。那个时候主任找一个体育系的教授来当，那个时候是体育系国术组，体育系的主任来引导。那时候国术会的办公室就
搬到那个文化大学那个馆去，我就跟那个主任很熟啊，常常到他办公室里面聊天。有一天我看到旁边有一个仪器，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重力板。我说你买重力板要干什么？他说我用国术经费买一个重力板，我要研究轻功。我说奇怪了，这头脑有问题吧？我说你知道谁会轻功吗？不知道。你知道轻功是什么吗？不知道。你不知道就买一个重力板。当然，他们那个时候用国术的经费买一些他们体育系需要的东西了，但是就是说你没有样本。现在很多人讲要研究国术，问题是练出来的人，你有没有那个样本？你没有样本，你有书没有用的，书没用的，书是知识，它不在人的身上。研究不能跟国术身体的东西不能根据书来研究，要根据人来研究，这样不懂？所以要练经，要练中国武术的这些东西，有很多的观念需要转，需要换。